是看见神同在基督教会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总是在我们生命中彰显他奇妙的作为。很荣幸的，我们邀请到了张瑞娟姐妹来向我们分享她个人的生命见证。娟娟你好，很开心可以邀请你来跟我们分享见证。那你信主到现在也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，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在你还没有信主之前，你自己个人以及家庭的信仰的情况？那其实呢，在我信主之前呢，我们家庭呢就如同台湾大部分传统的家庭一样，是信奉佛道教。那我父母亲呢，也是常常吃斋念佛。那因为那时候其实还小，也不懂什么宗教信仰，也就跟着家里人一起拜这些他们所谓的神。对，那直到有一次呢，我记得我国3的时候，那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睡觉的时候被压，就是压得很严重。那我那时候我父母带我去收经。那自从那一次之后，我父母又更信靠这样子的传统信仰。那其实后来呢，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个转折，因为我父母亲在国3的时候，因为车祸的意外过世。那当时因为家里就是很多事情需要处理，那我也就没有再去理会宗教这个部分。那其实父母过世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，就是因为我父母是意外过世的，所以我心中常常会有一种很深的恐惧感，尤其是对于意外或者是死亡，我常常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会想到一些我周围所爱的人会发生意外的一些场面。那其实这是一种在我心中一种很大的恐惧。那其实这个过程大概跟着我蛮多年的时间，所以我在信主之前，大概人生的生命经历大概是这样。娟，你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有机会接触到教会，进到教会，然后也受洗了。然后听说师父有一段很精彩的你属灵生命上的成长的过程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那其实呢，我觉得大部分人会来到教会呢，就是应该都不是自己主动想来的，应该都是有朋友邀约这样。那其实我当时还是个学生，那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钱嘛，所以那时候听说教会里面有所谓的爱宴，然后免费的晚餐可以吃，就是所以那时候会到教会，就是为了一顿免费的晚餐这样子。那但是陆陆续续去了几次之后呢，我发现说这个信仰很特别，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这种拜的这种宗教模式，就是如果我们要求神问卜啊，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庙宇去，要抽签啊，要下跪啊，要拜拜。但是我发现说，基督教信仰的这一位神很特别，是我居然可以随时随地，我只要双手合十，我心安静下来，我就可以向他祷告。这是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呢，在祷告当中，那时候其实信仰还没有一个根深建造，可是我就透过祷告认识了这位神，也经历到他在我身上所应于我的大小事。那我还记得有一次呢，就是在公车上，然后我那一天呢，就是胃非常非常的痛。那我听说教会呢就是说这位神呢是可以医治的，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手呢按在我们病痛的地方，那你就可以获得医治。那我那一天真的是非常的痛，所以我那天在公车上我就求神医治我。没想到我在当时我的胃就很神奇，在当时那个及时的情况之下，马上就复原。那我还有几次呢，就是也是跟神祷告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很特别的经历，是我记得我有一次走在路上非常的低潮，那我就跟神祷告说：主啊，你让我在天空中看到彩虹。那其实当时的天气是不可能看到彩虹的，可是我有连续2次的经历跟神这样祷告，神在2次都让我在天空中看到彩虹。不过我觉得我当时因为我的信仰没有被很根深蒂固的建造，所以我毕了业之后，
迈入社会要工作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还是随着这个社会还有这个世界给我的价值观去生活。我想要赚很多的钱，我想要在工作上非常的有成就，所以我那时候几乎日夜颠倒的去工作，然后去努力。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，最早睡觉的时候，居然是每天早上凌晨的4、5点才进入睡眠的状态。那时候其实身体也不太好。那直到有一段时间呢，其实我在工作上取得一定的成就，但是我发现说，当我取得我原本一直汲汲营营想要追求的这个部分，但是我发现当我得到了之后，我的心里并没有更多的确定感，反而是我会问我自己，我好像没有找到当时那个我想要的东西。对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那当时因为我在财务上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节制的方式，对财务上也没有很好的观念，所以在当时也是用自己的方式，然后造成自己身上有一些债务。所以其实当时的情况是，我觉得别人看我是很风光，可是我觉得我内心当中是很焦虑、很不安。那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呢，我就开始心里下定一个决心：如果这一位上帝他是真实的，那我就要来寻求他。所以我那时候跟我在20几岁那时候认识到神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这个时候我开始很深的祷告，很深的读圣经。那我发现在祷告跟读圣经的过程当中，神在过程当中教导我人生真正的目的，还有我在财务上，他也逐渐的修正我。所以当时其实我是在使用金钱上真的是有很多错误的观念，但是很感谢主，让我在真正寻求他的时候，他帮助我在财务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，然后也在工作上有重新一个非常好稳固发展的一个基础。重点是，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心里有很深的确定感。这个跟我在过去单单的想要就是在工作上有成就，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信仰，这位天父上帝在我身上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，而这种感觉是我从来没有过的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听你这样的分享，上帝的确在你的生命中有很奇妙的带领跟保护。那在这边也要特别的恭喜你即将成为妈妈。那想请娟娟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对于进入婚姻会有一种害怕。那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在过去进入婚姻之前，是不是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恐惧或是挣扎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克服这样子的恐惧？其实呢，我与我先生呢是在去年8、9月的时候决定要步入婚姻这样。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呢，对于婚姻，其实就如同你刚刚说的，就是会有很多的疑虑跟很多的不安。那我想这也是因为现在社会的离婚率很高，那加上我们周围很多的亲戚啊，或者是朋友，我们也有听到很多在婚姻里面可能没有经营的这么好的一些案例。那其实听多了之后，你心里中难免会产生阴影。那其实有时候跟一些姐妹在聊天的时候呢，其实也发现到说，其实很多人在步入婚姻之前，其实还没结婚之前，在准备婚礼的时候，其实心中都会暗暗的为，如果未来离婚怎么办，就会有一种保护自己的心态。所以其实，在婚后很容易产生经济上或者是关系方面的问题。那其实那个时候，我跟先生在8、9月决定要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就决定参加教会的婚前辅导课程。那我们当时呢，使用了一本婚前使用说明书，叫做《就是要幸福》这样。那是由教会的一位夫妇呢来帮我们上这个婚前辅导的课
课程。那我觉得在这个课程里面，我学习到2点非常重要的一点。第一个呢是跟传统我们对于结婚的想法不一样，是因为传统，比如说我要跟某个人结婚，因为我爱他，他也爱我，所以我们2个情同意合，所以我们2个就结婚。但是我觉得在信仰里面带给我的婚姻的观念是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给我们的一个很美的一个约定，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祝福。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把婚姻建立在一个很神圣的3角关系上。那这个3角关系呢，就是第一个是上帝，第二个是另外一半，第3位才是自己。那其实，在这样的很神圣的3角关系当中呢，我学习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在婚姻里面，并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控制或者是想要改变对方，而是用上帝恩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另一半。所以其实我在婚后，其实多多少少难免会有些问题，可是我觉得还好，我在婚前有上这样的婚前辅导，让我可以呢，就是可以在有一些争执的时候，我可以想到上帝是怎么样恩待我，所以我会去跟我的丈夫去沟通，用神爱我的方式去爱他。那第二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改变呢，我觉得是合一。对，那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，我发现说，其实很多人在婚后呢，其实在婚姻里面呢，财务上面是没有合一的。夫妻可以各自拥有自己的财产。那其实我们在婚服的过程当中呢，我觉得这个改变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，就是婚姻并不是一个合约，它是必须要在财务上、信仰上、身心这方面，它都是要在一个合一的状态。那我觉得，当我们下定决心跟对方合一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合一带来的祝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的丈夫呢，在婚后其实很少有，坦白说很少有争执。其实我们在婚前的关系就已经不错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在婚后的关系呢，又更加紧密。那加上现在因为怀孕的关系，那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。那我们夫妻之间也多了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。那我觉得这个关系是很根深蒂固的被建造起来，所以很感谢神，他设下了这个婚姻的约。谢谢娟娟你的分享，真的从你的分享当中可以看到上帝的手的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从你的家庭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，然后一直到你自己不断的依靠神走到如今。那我想请问的是，如果像现在的确还是人生当中，我们人总是会碰到在人生低谷的部分。那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人，你是不是可以讲几句话鼓励他们如何去依靠神，然后走出人生的低谷，然后不断的去获得神？大部分的人生呢，都不是一路的顺遂。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会发生大大小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握的事。那其实，在过去呢，我会一直想问为什么我的人生会发生这个事？为什么我人生会发生一些我没有办法自己掌握的事情？可是后来信了主之后呢，我发现神给我的一个教导是，要我单单的依靠他这一位慈爱的神。那其实上帝在每个人身上带给我们最大的是，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对的方向，以及一个对的态度去面对人生当中许多的事情。所以可以鼓励这个每一个人呢，就是可以将上帝的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因为他是一个慈爱的神。谢谢娟娟精彩的分享，也谢谢大家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